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玩一套新的小比例合体金刚。这一套说起来其实是有一段时间了 ，A17 格纳库，大家俗称的高萨。之前吧，也是在展会上边有看到过这个东西的试模件，现在也是终于成品化了出来，编号 TV， 这是01号了。但是目前的样板并没有说明书，我只是研究了一下，感觉应该是变对了。昨天还跟高桑讨论了一下。那各位，免费的赞准备好了，我们开始发车。配件内容有一把金色的单体小剑。造型上边来说做的也是挺好看的啊，跟那个设定图里边很相似，很纤细的一把小枪，这个造型做的也是对的。人形包装，身高到头顶在13.5公分左右，跟魔方六面兽的个头几乎差不多。来看一下细节，头雕的部分塑形塑的还是不错的，红色的眼睛和口罩是涂漆上去的，胸口金狮子这个鬃毛。金属色的涂装，嘴巴这里可以张开闭合，肩膀上有两个非常夸张的长长的肩泡，腿上狮子腿长在这里啊，小腿正面这里也有金漆的点缀，腿肚子后方的窟窿有遮盖板填补了起来，几乎没有什么偷胶空洞的现象。背后狮子腿盘在这个地方，背包也不会显得特别的厚，整体的完成度、人形的效果、比例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头部这里是一个开口的球形关节，可以把脑袋跟这样抬起来。肩膀360度旋转，它这回的肩膀关节轴因为涉及到变形需要，它做的是这样的一个活动范围，再加上这个变形关节可以当成蝴蝶肩来使用。平举的话，差不多能举到这么高。二头肌360度旋转，胳膊肘这里其实是两段关节。抬起来也差不多有135度左右，手腕左右旋转，动动手，腰部这里拉出有很大的弯腰范围，同时也是变形的需要，左右旋转360度。胯部这里设计了齿轮关节，前踢后踢，幅度还可以。侧抬的话就没有齿轮了，能抬到90度。大腿根左右360度旋转，也是变形的需要。膝盖这里其实是有两段关节的啊。但是对折起来90度多一些，因为腿肚子这一块造型很粗。脚踝这里左右接地，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，这一块有一个接地的转轴。所以这套产品整体的画风还是非常讨喜的，设计师专门为了还原当时设定稿里边的那种感觉啊，做出来很日式的这种超级系味道，但是把玩了一圈这个样板下来，目前也是发现了一些问题啊，我觉得应该再调整一下。比如说左右的这两个插扣，这个地方太紧了，漆面在这个地方来回的蹭的话，很容易蹭到，就不太好看了，磨损的效果。还有就是胯部的这个关节，本身胯部这里作为支撑性的地方，它做了齿轮关节，这个是好评的。而且因为变形的需要，最后合体成人形的裆部的时候，这一块要拉宽，把冲云霄合体的胯部拉出来。这里边设计了一个抽拉，但是吧，看它这一块的关节在里边会晃，就没有定得很稳。它不是从胯部的这个活动轴在活动，而是从这一圈桩子的边缘根部。你把它缩进去的时候会更明显一些啊。拉出来呢，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些公差，再做的紧一点吧。看看大货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地方调整一下。其他的方面问题不算太大，这个用料的材质手感摸起来有点像什么呢？第一手上手的感觉有点像铁工厂的那种质感。但是呢，在一些主要的关节，比如说连接的肩膀，还有挺纤细的那个腰部，以及最后裙甲拉下来中间滑槽这个地方，它倒使用了强度比较高的一些材料作为替换，也是为了保证它的一个坚固稳定性吧。那么我们来变形看一下这一款的兽形如何。首先打开手臂上方的盖子，小拳头藏进去，肩膀这个位置有一个滑槽，把它缩短，顺着肩膀的这个转轴关节我们拧一下，然后抬起来，
把手臂腾出来更多的空间，腋下的这一块先给它拉开，让出腋下的这一块活动范围之后，把背包左右掰开。它这里边有一个 T 字的滑槽，是通过这一块的扣子结合的。背包的这个扣子打开，然后把这个卡扣90度掰平。前肢的爪子抠开这个地方的卡扣，整个的延长，把这半圈折90度拉平，然后这一块的关节不要动啊，根据这个球形关节扭过来。为了保证这个狮腿的活动范围，先腾出来这么多的空间，目的是为了放上边的胳膊，把它拧一下，旋转过来以后，侧面这个大插孔对应斜着这里还有一个凹槽，把它藏到这里边去。其实这一块不是很好的找，因为是一个斜方向的角度嘛，再加上扣子很紧，找的时候别歪了，歪了还挺容易把它撇开的，就容易把里边的这个孔掰豁了。在收纳这条胳膊之前，我们把脑袋旋转过来，拧个180度，把它抬起来90，填到中间的这个窟窿里，垫住，然后用双臂夹出来的这个空间隐藏头部的位置。两个肩炮其实是不用动的，就放在这儿就好了。这时候前肢的肩膀回归，摆到正常的位置上。胸口的狮头在下方这里有一个 Z 字的双段关节，我们稍微拉长，两个鬃毛摊平的状态啊，往后夹一下。在下方这里其实能看到一个插槽，狮子的脸部在这个地方其实还是可以左右扭动的。从腰部这里整个拉开双段的关节，这里是2段，拉出来，往后折90度，顺着腰后边这里会有一个插扣，这个位置和后背这个地方的一个扣子进行结合，把它挂上。这一块后裙甲同时往下拉滑槽，根部这里拉到底，尾巴在前裙甲的位置 ，V 字折叠给它拉出来，这块的轴会特别的紧。全部对上以后，我们把这2块侧裙甲往上翻一下。我研究的是这么变的，这样背后的这一块会完整性强一些。接着打开前裙甲，在裆部这个地方锁着一个锁扣，把它卸开。哎，再把腰部拧个180度。转过来，大腿再转180度，换了一个方向。这个时候折过来，打开后边这一块的翻板，盖子折一下，缩短它，脚放到外侧来，顺着黑色的转轴，这里边是2个关节啊，我们只转黑色，把它旋转180度，从里边翻出后直。再盖上，接着这一块黑色的边缘，膝盖甲双关节往起翘一下，定位放在这儿，在里边这里有一个凹槽的位置，凸点的地方算是一个定位点，放好，腿我们稍微往下掰一掰。好，狮子的形态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其实这个画风在狮子形态下凸显的也是非常明显的，让纤瘦细长的狮腿，整个体型是一种非常夸张的漫画状态。头部这里左右根部因为有一个双段关节的存在嘛，所以可以拉得很长。底下是一个球形关节来回的活动，并且在鬃毛前方，狮子脸部可以左右的扭动一些。嘴巴、鬃毛这里可以张开，前肢根部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，活动的范围很大，根部这里还有转轴。下方这里因为变形的需要，转轴的部分也很多。最关键的是这个小狮子的爪子，前方这里不是球形关节，是2个方向的转轴。不过后肢这里就是球形关节带转轴了。兽形的长度在12公分左右。最后咱们也是来把它变成合体的主体部分。合体的时候，这2个肩炮就要摘掉了。
最后是要扣在大棚的背包上边的。尾巴这里双段关节缩起来，裙甲左右翻开，延展弄宽它，放平。下半盘的双腿继续把这个双段关节的膝盖甲扣回来，打开这后面的盖子，把脚丫子藏进去。这一块填好。这个狮子的后腿藏在大腿里边，这个设定稿里边也是符合设定的。全部收纳好之后，胯部这里记得有一个往外扩宽的操作，拉出来，拆开腰部这一块的卡扣，旋转180度，这面是正面。狮子的腿我们先掰起来，把这一块挪到后方，这里边的插扣掰起来90度。现在这一块就不要折90度下去了，直接把狮子腿找角度往上盘，盘过来之后，原先在人形是插在这个口子的，现在我们插到这个口子，用爪子的根部找一下。在往上结合的时候，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 T 字的滑槽，把这一块旋转，顺着这个滑槽，通过根部的球形关节旋转，最后顺着这里的腰部给它回归，裙甲的这个滑槽滑上去，狮头拉到最上端，摊平。那主体的部分现在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其实利用到大脚变成了侧裙甲还是很有想法的。腿部这里边的造型，我昨天也是跟设计师确认了一下，确实是金色的这一面冲前的。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滑槽型的连接腿部，头部这里在合体的形态下没有合体的大头。然后我看了一下它的原设计图，应该是从鸟的后背背包里边，类似于像勇者王的那个样子啊，带上来。这样的一个操作，那整体来说吧，这一套的变形设计还是非常简单的，而且整体的身形修的还是挺漂亮的。也是最后确认了一下，这一款利爪最终售价可能定在100块人民币左右吧，算上4只，整体下来反正不到500块钱，这一套冲云霄就可以组合起来了。在目前的一个小比例主流市场上边，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反正目前把玩这套样板就一个最大的问题。胯部这个地方的虚位，尤其是在组合形态下，这个地方的支撑性，看看最终能不能好好的调整一下吧。好，那么大家觉得这一套 TV01的冲云霄利爪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